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31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蒙藏少数民族的问题会引发中国内乱吗？这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议题啊。那么我们这个议题讲的少，但这个议题的确是很严重啊。那么我们先讲讲新闻，最近的新闻就是内蒙。内蒙呢，新闻是源头是这样，内蒙古教育厅8月26号发布一个公告，这公告题目是全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小学1年级和初中1年级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实施方案。这个方案规定从今年秋天开学，就9月1号开学，蒙语授课的学科从小一开始使用汉语，然后今后2年，小一政治课和历史课也改用汉语啊。那么这件事情引发了整个的南蒙啊，就是内蒙南部啊，南蒙主要是比较发达的经济的这些地区啊的反抗啊。那么这个大规模的抗议啊，反抗。那么内蒙古自治区80%的蒙古人都参与了这个抵制汉语教学的活动，但是政府在星期日昨天对蒙文书籍进行大清查，所有蒙文书籍必须下架，这是一个文化清洗啊，这是个文化清洗。然后有数百名蒙古族活动人士已经被当局拘留或者是软禁，然后就是有一名叫这个女教师啊，蒙古族的女教师叫乌兰图亚，组织民众公开抗议，被警方带走啊。然后是内蒙古的通辽市鄂尔多斯呼和浩特数以万计的家长和学生罢课抗议集会。反对当局这个汉语教学然后就是全市的这个全体罢课的学生参与罢课的学生发生了一起什么呢？发生了一起这个有个学生跳楼身亡，抗议他母亲去学校接他，然后警察在外面堵着，然后他在房顶上看，这个学生在房顶上看见那个他母亲被警察打，然后他就跳楼抗议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还在持续的发生这是新闻1新闻1。新闻2就是中央第7次西藏工作会议8月28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那么习近平讲话讲了什么呢？讲话就是他就讲了改革开放到现在先后开了6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每次都有重大部署，然后他要推进5个一体4个全面这是红卫兵的语言了这个座谈会规格很高李克强主持会议，然后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就等于政治局会议了然后汪洋做总结讲话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大家要知道，他一开一个这个级别的会议意味着西藏会有一系列的动作所以你看新疆的事情没有完，现在就是这个，然后内蒙的事儿又来了，然后这个西藏工作会议又开始开了，这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局势就是新疆是什么？新疆就是100万人关集中营，这就是新疆的政策那我们先讲西藏，把西藏这新闻讲完我们总结一下，之前有6次西藏工作会议，80年3月是第一次主要是80年改革开放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这第一次会议工作座谈会。84年开始干嘛？援藏
80年确定43个援藏工程，然后启动了全国援藏的这个工程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94年开了一个工作座谈会，西藏工作座谈会，那么就基本上确定了全国支援西藏的制度化的工作安排。那么又是1个中心、2件大事、3个确保等等啊，这第3次。第4次是2001年啊，那2001年就那个时候经济开始好转啊，中国经济开始好转，然后就开始有想法了啊，有想法。确立2个转变，经济从快速发展到跨越式发展，社会稳定从局部稳定到长治久安，这开始有想法了。然后是第5次西藏会议，第5次西藏会议是10年啊，10年那个时候就形势其实是比较严峻的啊，然后就要求四川、云南、甘肃、青海4个省开始把涉藏工作放到重要位置上来，说明什么？说明西藏问题已经在本省搞不定了，其他地方要帮忙一起来搞。这第5次。第6次就是15年，这就是习近平15年的第6次这个西藏会议呢，制定了6个必须那一次制定6个必须，那个时候是习近平已经主政了然后当时的西藏的区委书记就叫陈全国，陈全国就是从西藏去的新疆西藏去的新疆。我们回头讲一下这个陈全国陈全国是个名人现在那么他6个必须6个必须其实没有太具体的内容他6个必须其实核心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然后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那就是骗人的，那就是就是个骗子今年8月份，今年8月28到29是第7次这个西藏工作会议这第7次工作会议呢，习近平就定了10个必须10个必须是在上一次这个6个必须6个必须的基础上加了4个必须这里面有2点，西藏工作会议有2点是跟之前不同的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交往没问题，交流也没问题，交融有问题这件事情是什么？这件事情就是通婚就要抓这个问题了这个在陈全国在西藏当书记的时候就抓这件事情，就是要通婚，汉藏通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必须是什么？就其他的必须我就不说了第二个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不用理它，核心是什么？中国化方向。什么叫中国化方向？我们经常在视频、推特上或者其他上面看到一些非常荒谬的事情在寺庙里面贴这个习近平、毛泽东的像或者是贴的挂党旗、挂国徽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动作就是什么？佛学院里面唱国歌每天进行上政治课这就是中国化，这是包装过的中国化，就是把宗教的内涵拿走，装进去中共的那些东西，就是用把宗教的内容整个的阉割掉这就是中国。就现在在西藏所谓的10个必须，其中包含这2样东西，这样一个就是通婚，一个是宗教消灭它的宗教应该下一步西藏就会发生一系列的问题就是说开始全面在西藏要做全面的工作了。
你看在内蒙啊，在内蒙要做的事情就是用汉语啊，汉语不用蒙语教学啊，要全面推行汉化，就是汉语教学啊。然后西藏这边，西藏工作会议啊，一个是要抓通婚，一个是要抓宗教问题啊。那我们大概说一下西藏新疆啊，现在我们再讲讲新疆啊。新疆的问题其实从去年年底开始，新疆的问题全部都跑出来。新疆的问题比较复杂，新疆的问题比西藏的问题更复杂。西藏的问题核心是什么？是宗教问题啊。新疆的问题是什么？新疆的问题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宗教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跟什么有关？跟这个中东有关系啊，这是第二个啊。新疆的问题为什么会这么会被关注，或者是大家知道的比较多？因为新疆的，你看地理形势就很清楚，新疆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它跟中东的联系比跟中原的联系要密切，所以那些消息容易传递出来。而且新疆的这些和中东的人员来往非常的频繁，所以消息容易传递出来，所以中国在新疆做的事情容易被发现，所以新疆现在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包括百万人的这个集中营啊，这种事情都被爆出来啊。其实中共在西藏干的事情更恶劣啊。只不过呢，西藏大家也知道，世界屋脊啊，信息闭塞，然后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宗教，穆斯林啊，就穆斯林跟藏传佛教啊，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差别，藏传佛教相对平和啊，相对平和。你看藏传佛教的僧侣。他最重要的抗议是什么？就是自焚，他们就自焚，把自己烧死。但是你看穆斯林不自焚，穆斯林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拿马刀啊，那我必须跟你同归于尽啊。所以他2个宗教的方向不一样，他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其实在西藏的发生的情况也非常的惨烈，只是消息闭塞，传不出来啊，所以你可以看啊，在新疆的反抗就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的激烈。而且新疆的特点是什么？新疆的特点就是穆斯林啊，这个国外的穆斯林经常跑到新疆去打游击，支援新疆的穆斯林。所以在新疆中国在新疆的镇压是用在其他地区的镇压全部用武警。只有一个地方是用解放军啊，就是新疆。新疆是动用解放军的啊，直接动解放军，其他地方都是武警镇压啊。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新疆的反抗非常的激烈啊。这些要讲新疆的问题，那其中有一个人就是陈全国啊。陈全国这次美国制裁他排第一啊，他是政治局委员。陈全国这个人呢是河南人啊，河北出仕就是进入中国高层的这样的管理官员啊。09年到11年是河北省的省长啊，到了11年就调到西藏啊，西藏当书记啊。当了一任，11年到16年，然后16年就调到新疆去啊。那么16年的时候，15年是第6次啊西藏工作会议，他就是书记啊。然后他在西藏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其实这件事情到后来，他在新疆同样在做这些事情啊。其实在新疆做的几件大事，第一个就是通婚，第二个事情就是抓这个僧侣的头，把僧侣的头抓走
第三件事情就是关起来，其实他在新疆关了很多人啊，也是大规模的关，但是没有像新疆那样，新疆做的事情是什么？直接建集中营啊，直接建集中营啊，建大规模的集中营，把这集中营包装成什么呢？包装成学习中心啊，培训中心类似这样的东西，但其实就是集中营，去关起来啊，关起来，用这种方法来对付这个新疆的反抗，因为新疆的反抗相对其他地区来说，非常的激烈啊，非常激烈，那就是打仗，就是打游击啊，新疆。穆斯林就直接跟解放军在山里头打游击我有一年去乌鲁木齐，我到的那天，那是90年代啊，90年代，我想一下，90年代，90年代，我们那次去采访待了14、15天吧，大概就2个星期的左右的时间。从乌鲁木齐，我们主要是在北疆啊，北疆。我们到新疆，到乌鲁木齐，飞到乌鲁木齐那天，乌鲁木齐戒严，头天晚上就是发生了枪战，然后有解放军被杀，其实不是解放军，就应该是个军医啊被杀，然后全城戒严。然后我们那段时间在乌鲁木齐那段时间就非常的紧张，气氛非常的紧张，都还没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那个时候，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那个时候在新疆的就是镇压就是解放军啊，出动的全部是解放军啊，没有武警啊。那陈全国就是在新疆就干这些事情，然后得到谁呢？得到习近平的赏识啊，所以现在他在新疆是新疆王，新疆王就是陈全国啊。我们讲讲少数民族啊，少数民族的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为什么大家想一下，全世界啊，你看有分离势力啊，在西班牙有分离势力啊，你甚至在加拿大也有分离势力，但是没有少数民族问题。少数民族问题是谁的问题？中共政权，共产政权才有少数民族问题，苏联有少数民族问题，南斯拉夫有少数民族问题啊。为什么共产政权会有少数民族问题？特别是中共啊，苏联少数民族这问题上来就解决了。为什么？苏共非常残忍，直接杀掉。苏联解决少数民族的问题就是杀掉或者饿死。你比如说。斯大林乌克兰不听话是吧？饿死300万人，直接把你所有的粮食抢光，然后封锁起来，把乌克兰整个封锁起来。所以那个时候乌克兰的大饥荒饿死了多少人？其实不是饥荒，其实就是叫什么种族灭绝，就把整个都围起来，1粒粮食都不能进去，那个饿死300万人，乌克兰啊，那就是不共戴天的血仇。中共的问题是什么？中共的问题啊，少数民族的问题其实是3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民族问题，民族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政治权利啊，政治权利就是说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啊，这件事情发生过吗？没发生过，只能说它是民族区域隔离，它只是隔离开，它并没有自治，哪有自治？所有的数据权最大一把手全是汉人，所以其实民族问题核心问题是什么？是政治权利，就是说中共政权中共的政权的属性是汉民族政权，他们实际上是在剥夺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啊，所以民族问题的第一问题是政治权利，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宗教问题啊，宗教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宗教自由啊。那么中共是个无神论的政党，他当然要消灭所有的宗教，对他来说，所有的宗教都是邪教，只有他是正宗啊。所以中国的宗教问题只有一个问题，就宗教自由的问题。中共刻意的
用尽所有的办法消灭中国的所有的宗教现象。这宗教自由不要谈，他把所有的宗教现象消灭掉。什么叫宗教现象？就是他就把这个基督教的教堂的十字架拔掉，就是他不仅不能容忍宗教，他连宗教现象都不能容忍，要把你的十字架给你拔掉，拆掉你的十字架，就这样，他连十字架都要拆掉。但你想一想，宗教自由存在吗？是不存在的。所以民族问题，第一个是政治权利，第二个就是宗教自由，第三个就是文化啊，我们叫风俗习惯和文化现象。就是在少数民族问题当中，那么其实少数民族的问题就包含了这3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政治权利，第二个宗教自由，第三个风俗习惯和文化现象。在这3个领域，中共处心积虑的要对所有的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文化清洗、政治压迫，就这3件事情啊。种族灭绝，为什么叫种族灭绝？我后面会讲啊。那么中共对待少数民族的总的策略有5个，基本上是5个策略。所以我讲完之后，大家就知道这完全是就是第一个叫掺沙子。掺沙子什么意思？所谓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啊，它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人口。中共大量的移民，把汉人移民到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去。所以其实你现在看，在所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已经成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它的人口已经是少数啊，就用这个办法。我们在新疆的时候，我们参观什么？新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叫新疆建设兵团啊，叫兵团。所以其实中共其实是个封建组织，封建还生活在封建时代啊。他们用一个以前的屯兵制啊来控制新疆。屯兵制就是新疆建设兵团。新疆建设兵团呢，平时呢就是农场制，就是安排，就是原来王震带的部队去新疆10万，带了10万部队去新疆，然后就地干什么？就地退伍。这些军人就地退伍，就不再是军人，干嘛？当农民种田啊。反正那个时候的部队的里面的人大部分都是农民啊。然后呢，就是建农场。这些人呢，平时呢就是农民啊，其实他是干工人编制啊，农场嘛，工人编制，但其实是干的是农活啊，种点棉花、小麦什么的。然后打仗的时候呢，有战争呢，有动乱呢，就拿起枪就上去打仗，就是以前曹操推行的这个农垦制，这是一个农垦制啊。这种制度，我们当时兵团的总部在石河子，新疆有个在石河子，我们去参观他们的总部啊，那个政委司令给我们开会啊，会议室有个很大的幕布，一拉开，啪一拉开，新疆全图。这个政委指着新疆，你看。新疆所有的水源，看见没有？新疆只要有水源，就非常的好，有水就有植被，气候也好啊，然后就有牛羊啊，是非常的。所有的有水源的地方都是兵团的，兵团全部控制住啊，这就是中共对付新疆的办法，就是一头呢安排一个兵团在那里驻扎。然后当然还有解放军，平时就用这种法，然后就是掺沙子，大规模的移民，大规模移民，除了就是稀释，用人口来稀释少数民族，这是第一个办法啊，第二个办法融合，
就是刚才讲的这种融合，就是通婚，鼓励通婚，用种族的办法解决种族问题啊，就是通婚，大量的通婚，就是所以为什么你可以看哈，在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最厉害的是新疆，新疆我刚才讲，因为是宗教的问题啊，但是其实呢，内蒙呢，其实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什么大事儿。为什么内蒙没有这事儿出大事儿了？原因是，你想一下，习近平把内蒙人给闹翻了。其实这么多年，蒙古族没有给中共很多的麻烦，没什么麻烦。原因是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内蒙这边的汉化的情况很严重啊，它跟河北啊这些地方的这个大家就是汉化的情况非常严重，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内蒙的宗教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宗教问题。内蒙是萨满教，萨满教其实已经在内蒙已经基本上失传了，基本上失传了。这是拜苏联所赐啊，苏联直接就杀什么萨满教的这个，他们叫什么我不知道叫什么，就是萨满教的这个僧侣吧，大概是直接就杀，他直接就连那个萨满教的那种，大家知道那种唱腔嘛，都不让谁唱就杀，所以苏联是个非常非常残酷的国家机器啊。那所以内蒙其实内蒙是宗教问题不严重啊，第二个通婚啊，汉化通婚，第三个内蒙呢这些年呢它靠近中原，所以内蒙牧民呢其实牧民的生活条件经济条件非常的好，因为他们的牛羊肉卖到河北卖到天津卖到这个北京去能挣钱。所以他们的牛羊容易赶到中原啊南方地区来，所以他们容易挣钱，所以他们相对富裕，这第一个。第二个没有宗教问题，第三个汉化很严重，所以内蒙呢就这些年就没有给中共太多的麻烦，但是你看这次把它给弄翻了啊，这个问题就，所以第二个就是通婚啊，第二个通婚，第三个呢就是宗教。压制宗教啊，打击庙宇，打击僧侣啊，用各种办法。刚才我们讲那个什么宗教中国化，什么叫宗教中国化？就中共很擅长这种包装啊，就是你必须贴主席像，贴毛主席像，贴习近平的像，挂中共的这些口号啊，必须把这东西全部做上啊，然后就。甚至他要这个穆斯林去侮辱这个伊斯兰教啊，喊这个侮辱伊斯兰教的口号啊，逼他们吃猪肉等等，他们做很多这种事情啊，就是压制宗教，这第三个。第四个，文化，消灭文化，消灭和少数民族有关，因为少数民族的文化通常和什么有关？和宗教都有关系啊，还有一个风俗习惯的问题啊，然后你看，比如说为什么蒙族的问题很快的，现在蒙族的问题，他让他定居，大量的蒙族的人定居啊，原来是游牧民族，他全部定居啊，定居让他住下来，盖房子啊，就是让他全面的汉化，消灭他们的文化，消灭他们的风俗习惯。这第四个。第五个，暴力啊，就所有的政策的背后站着谁？站着什么？站着暴力，就是你不听就暴力对付你啊，用各种各样的暴力，各个层次的暴力，不行就解放军上去就杀啊，打掉啊。好，这大概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少数民族的问题，中共能解决吗？解决不了，这不可调和。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三个层次的问题，政治权力啊，然后宗教啊，我们讲的这几个主要的问题啊，
基本上不可调和啊。政治权利啊，民族啊，民族、宗教，然后就是文化啊，这几个问题没办法解决。那么为什么最近又要开始搞这些事情？你看习近平没停过啊，真的是没停过啊！外面搞完了，里面搞，里面搞了外面搞，这真的是叫什么？真的是红卫兵啊！真的没闲着，一点都不闲着。那为什么最近要在这方面来开始搞这些事情呢？我认为有3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国内国际形势不好啊，经济形势又不好，然后外部的压力又比较大，跟美国的关系搞崩了，跟西方的关系也差不多给搞崩了。那么这外部的压力很大，那就怎么办？那为了保证政权，那就要保持对内的压力，就是我们说三软三硬，对内要硬，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帝王术，这就是一种帝王术的思维，就是我外面有情况，我里面要更残酷的镇压，这是一种帝王术的思维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其实呢，少数民族的反抗啊，特别是西藏少数民族的反抗一直在发生，没有停过，根本就没有停过啊。只不过呢，我们不知道啊，信息传递不出来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加强镇压呢，有形式上的要求，特别是在新疆那边的反抗也是很激烈的啊。然后呢，就是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国内的形势。这少数民族的反抗，为什么一直没有停过啊？这跟什么有关系？跟宗教有关系啊，还有一个跟什么有关系？跟这个新疆也好，西藏也好，他们没有退路，因为他通往哪退？没地方退，所以你压迫到他家里，他到实在没办法，他去反抗啊。所以呢，你基本上。我们总结一下，少数民族问题是个定时炸弹啊。那么在之前啊，再往前啊，胡锦涛时代也好，胡锦涛时代就是维稳体制的创始人胡锦涛啊。那么江泽民呢？江泽民就相对来说弹性啊，相对比较弹性。胡锦涛那个时候就维稳体制啊，维稳体制建立。但是不管是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习近平也好，其实他们的路数是一样的，就是我刚才讲的，他们对待少数民族的这种种族灭绝，然后这个政治的镇压迫，然后就是宗教的消灭宗教的这种方针，中共对待少数民族的这个方针，从他建国到现在从来没有改变过，不管是谁当他的总书记，从毛泽东一直到习近平，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少数民族的反抗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么这件事情会不会变成一个内乱级别的动乱？那在习近平之前，中共的思维就是又弹压又安抚，基本上是这样啊，又弹压又安抚。为什么？因为还是有一点顾忌吧，觉得如果少数民族闹事反了不好办，会影响整个局面，会影响国内的局面。你想维稳嘛？江时代那还是脚跟未稳嘛，这胡就这个更不稳了，所以他们还有个想法，就是镇压的同时要安抚一下，防止真的反了。但到了习这边呢，所以我经常讲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形势的判断就不一样。江跟胡都觉得形势不稳，我得稳住，不能够一味的压，还得安抚。到了习这里呢，他这个觉得我已经世界第2大经济体了，我已经富有天下了，所以他的行为呢就特别的残酷。他就放弃了以前的
安抚啊，这放弃了以前。所以你想一下，新疆的集中营关上100万人，他都能干得出来，说明什么？说明他觉得我有足够大的力量，我有足够的力量来镇压一切反抗。这是一个非常叫什么？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判啊！这种非常严重的误判，它会不会引发内乱？是有可能引发内乱啊！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当你把大家都逼到没有退路的时候，除了反还有别的办法吗？没有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想一下，内蒙其实一直是非常稳定，所以你看一下，从建政到现在啊，就是除了乌兰夫那个时代杀了一大批人之后，就比较稳定啊，比较稳定。那么到现在，你看现在内蒙也反了，连内蒙都反了，那你是怎么搞？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习近平的少数民族政策，其实和他的香港政策，其实和他的对台政策一样，就是错判形势，就他觉得我的力量很大啊，我只要么我就用钱搞定，要么我就用枪搞定，就是这两个东西，除了这两个东西没别的。那你要么我就用钱收买你，收买不了，用枪解决你，就是这个办法。所以这种方式一定会引发少数民族的反抗，所以它会不会引发一个内乱级别的反抗，不好说啊，现在不好说，你要观察啊，观察。反正他的少数民族政策是满盘皆输啊，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提醒一下，我们 Patreon 运行了将近1个周的时间啊，一切运行正常啊。那么需要第一没有广告啊，第二就是相对来说它的播放比较平顺，还有一个就是翻墙的网友支付比较方便，还有一个翻墙会比较容易啊，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听一下那个美西怎么说啊，美西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所以呢，有需要的可以去 Patreon 啊，我们在我们的视频下方每一个视频当然从开始部署到现在，视频下方都会有一个 Patreon 的链接，在我们的这个频道的右上方啊，也会有一个 Patreon 的链接，大家可以点击过去看啊，所以有需要的，然后那边还有视频啊，还有音频啊，有一些网友开车上班的时候听啊，可以用 Patreon 啊。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么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 ？OK。好，明谢 Sophie 萌，谢谢啊。情绪啊，我们的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 ，OK。我是一个在海外的蒙古人，我看到内蒙的同胞的遭遇，真的是心痛万分。是的，我是个汉人。我也心痛万分啊！情况，我本人现在在内蒙，我也是蒙古族。内蒙现在教育厅取消蒙语教学，所有蒙古族学校家长已经把学生带回家，不接受汉语教育，非常对，非常正确，必须反抗啊！情绪，我有很多内蒙的同学在体制内上班，最近集体发蒙文朋友圈。蒙语视频用一种我看不懂的文字宣泄着一种我看得懂的情绪，他们很坚强，共产党没那么容易征服他们。OK， 观点就是所谓的文化大一统，下一步西藏、朝鲜族哪一个角落都让你服从，真的是要踩刹车了，谁知道又是油门，真的以为要踩刹车，谁知道又是油门。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其实中共跟封建王朝差别不大啊，他们脑子里装的是什么？
他们的脑子里装的就是秦始皇的那句话，叫车同轨路书同文，就是车统一是什么？统一就是车同轨书同文，所以他们就要消灭方言，消灭各种方言。其实这件事情一直在发生，从广州到上海，从其他的地方，反正就是他们就是要消灭方言啊，叫书同文啊。观点，少数民族这个词就是洗脑用词，在他们的家乡，他们才是主体民族，只有侵略者踏上了他们的家乡，才称他们是少数民族。在侵略者没有来之前，只有本土和外乡的概念，非常正确，非常正确。少数民族就是歧视，少数民族就是歧视啊。提问内蒙事态如果加重，外蒙有没有可能暗地里帮助？这就有点像新疆啊。新疆当年新疆非常非常严重的形势，原因在哪里？原因在沙特啊，沙特当时是援助新疆的穆斯林啊，新疆援助新疆，所以很多新疆的穆斯林跑到境外，我不知道在哪里啊，跑到境外受训练啊，军事训练，然后回来打游击，谁资助？沙特资助啊，沙特他们有很多的宗教组织，他们这些宗教组织在资助这件事情啊。观点 ：CCP 对所有的宗教是以消灭为目的，然后换上自己的思想，非常正确。中共所有的宗教政策只有一个目标，中共的宗教政策就是一个目标，消灭。中间的所有的过程，中间的所有的策略都是权宜之计。中共的宗教政策就是一个目标，消灭宗教啊。观点：中共绑架14亿大陆人对抗全世界，中共绑架汉民族对抗少数民族，希望即使内乱，也不要让无辜的人替中共这个贪污腐败淫乱的机制背黑锅。请世界看清楚，在大陆只有中共和非中共人类这两种生物。中共也不完全是中共有900万党员，那么900万党员其实干坏事的也就是那100-200万人，对吗？所以也不能够把中共里面变成铁板一块。如果要用中共的辩证法来讲这件事情，就是第一，中共不是中国啊，中共只有9000万党员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共也不是铁板一块，只有100-200万人是当权者，其他的人跟着跑的那些人也没有得什么好处啊。观点，就让他到处捅，总会有一处被捅爆。情况现在新疆会鼓励甘肃那边汉人去，会给各种补贴什么的。不用啊，你现在知道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是什么？双倍工资，去那边双倍工资啊，这已经很多年的政策。现在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采访的时候是知道，就是内地的干部去支边双倍工资啊。提问老师，虽然我不想得太坏，但是我想很多人都和我想的一样，内蒙古会不会开始建集中营？不知道，这个不好说。如果不够关人不够关了，那就建集中营吧，应该是这种情况吧。新疆也应该是这样建起来的。观点：一个独裁政府非法执政70年，搞出一堆所谓的藏独、疆独、台独、港独，马上还有蒙独啊 ，CCP 祸国殃民。对啊，这都是所谓的独啊，都是中共培养出来的啊。我在香港这么多年，我从来没听说过港独这2个字啊。我在香港工作那么多年啊，港独是就梁振英发明的啊，港独是梁振英发明的
港独是中共催生出来的。现在有没有港独？有。有没有市场？有。很多人觉得香港应该独立，为什么？中共搞国安法，那港独不是一个出路吗？对不对？你否则的话，我不想把它变成广州，我不想香港变成广州，也不想香港变成上海，对不对？情况：18年去西藏旅游，布达拉宫高点挂国旗，门口广场毛凳江湖席大画像，藏民家房顶挂国旗，进门也挂着5大头像。藏民说这样才可以拿补贴。观点：老公一向如此，要拉拢你了，千好万好，什么都给你，等你被套住了，呵呵，收拾你没商量。闯王来了不纳粮，真的不纳粮，后来才发现纳的是命。非常正确。情况：我是黑龙江的朝鲜族，我也是从小在汉校上的学，一句朝语不会说。我本市几乎所有的朝鲜学校没有政府的扶持和补贴，长此以往，朝鲜族的学校的教学质量就大幅下降，很难招到新生，这就是中共的一种软手段。不过我现在移民到韩国，从零学韩语和朝鲜半岛历史，了解自家的历史文化背景，才让我明白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非常对，中共就是文化的敌人啊！观点：中共不但在迫害少数民族，中共迫害汉族同胞更残酷、更暴虐。汉族地区，中共对方言文化有步骤的消灭，在20年前就开始了。消灭方言就是清除多样性。地方势力、宗族势力都不能有，这是对的这是对的，是这样的情况：新疆的政策并非只影响到维族人，我亲戚看到在那边参与修集中营的汉人老板，因为在要求的时间内无法完工，直接当场从墙上跳下来自杀了。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大家心里的恐惧可见一斑。观点：西藏已经被搞得很烂了。15年去西藏，大半个月，民风不像以前那里有信仰，那边有很多四川人、河南人，遭遇好几次坑蒙拐骗。西藏已经不是我们心里想的那个西藏，西藏早就不是了15年，别15年，2000年你去都不是那样的。情况：我亲戚去青海塔尔寺，赶上汪洋去，把寺里的僧人全部控制住，由当地干部扮演。原来干部们还是导演和演员，自编自导自演。情况：基督教被迫害与限制，很多海外教会在以前都秘密宣教，但2年前所有海外宣教士都一把抓，在海关被拒绝入境。情况：很久以前外国人进藏需要特别签证的年代，带团去新藏，中巴涉水过河，陷住了。过路的藏族铲车毫不犹豫趟水过来，接钢缆，把我们拖出困境。呵呵，什么报酬不要。当地藏人导游说，如果遇到解放军军车，那就先交钱再解放。情况：我在日本语言学校上短期课程遇到的事，来自湖南的同学跟我说，新疆人都是小偷。毕业自内蒙古的学生说，蒙古人说蒙语，多数蒙古人汉语说不好，他不想跟蒙古人在一起，所以来日本。我小的时候在佛州上学，英语、西语都说，同学之间亚语只有我一个，所以当时我很难理解他们说的新疆和内蒙。今天以后应该可以理解一点，谢谢在中国少数民族问题其实是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它有3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在政治层面在政治层面，少数民族的这种压迫其实是汉人的反抗已经很多年前已经停止了，但是少数民族没有停止。少数民族的反抗其实是在政治上的否定，对中共的否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
少数民族的问题都不是仅仅在国内发生，大部分都涉及到外部啊，像美国最关注西藏问题啊，新疆问题啊，那么内蒙的问题，我觉得蒙古应该会关心一点吧，等等，它会影响到中共在国内的这控制力，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真的要乱起来，那真的，而且最怕的是什么？中共最怕什么？中共最怕的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合伙了，就哪一天汉族跟少数民族一起反，那就麻烦大了，那就真的麻烦大了啊！这是中共最怕的事情，所以他要做掺沙子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观点：任何独裁政权都会消灭影响自己统治的一切思想和文化，这与他是否共产主义无必然关系。说到根本，还是人性自私。古今中外，任何独裁者莫不如此。中共共产政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共产政权最大的特点，它是无神论啊。无神论呢，对宗教的仇恨就特别的严重啊。而少数民族问题呢，又和宗教问题是牵扯在一起。所以为什么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首先是宗教问题，道理就在这里。所以它跟独裁政权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跟共产政权关系更密切啊。观点：共产党与封建王朝的唯一区别是洗脑内容由儒家忠君思想变成披着科学外衣的马列主义，非常正确。观点：我从小在蒙古聚集地长大，那时的蒙古族有很强的民族意识，蒙生和汉生经常打架，当地政府一般是帮着蒙古族说话。现在蒙古人基本上看不出来民族意识，感觉没有一个统一的信仰来团结他们了。观点：中共最早毁了汉人的文化，然后是西藏、新疆，现在是香港、蒙古。老师说的没错，中共就是所有文化的敌人。观点：党不打击佛教，一是敛财，二是做了很多坏事要祈福，好端端的佛教被搞得乌烟瘴气。在中国已经没有佛教，我们不讲藏传佛教，在中国已经没有佛教，中国的佛教已经变成什么？变成了一盘生意啊！中共成功的把一个宗教变成了一盘生意，所以其实你现在去看一下，中国没有严格意义的佛教寺庙啊，都是经营场所，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场所啊。观点：佛教哪里还有什么拜祭的庙宇？都是要交门票的，成了景点，根本上不是信仰的归宿。过去都是免费的场所，有钱人没钱人都可以自由去祭祀、许愿、还愿、祈福的地方。中国的体制是这样的，中国的体制是，风景点，它有一些那个，大部分的寺庙都属于风景点、风景区、风景点。风景点就要收门票，所有的风景点或者风景景区都要收门票，这是中国啊。为什么会有人收门票？原因就是中国有个政府部门，这个部门叫什么？叫旅游局。大家记住，在中国啊，为什么会收费啊？一收费背后就有一个政府部门啊，所以通常有一个没有收费的地方，大家都会去抢啊。比如说你像游戏发许可证，那都要抢，谁抢？文化部要抢啊，宣传部要抢啊，这个叫什么？工信局要抢啊，因为都跟他有关系啊，所以他抢了干什么？抢来收费。那么旅游局所有的风景点他抢下来，这是我的山头，所有的风景点、风景区，旅游局收门票，归谁？归旅游局。旅游局后面是谁？政府，所以是旅游局归口
啊，所以少林寺也好，武当山也好，都是门票收下来的都是什么？都是归政府。这是第一个，它已经把它变成一个风景区或者风景点，它不是一个宗教场合，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它里面搞宗教活动归谁管？宗教局管。宗教里面搞宗教活动会不会发生收费？有啊，很多捐钱、登油钱、捐钱、捐款，宗教局要拿钱，也得分钱。所以少林寺说准备上市，那不是开玩笑的，那不是说笑的，不是笑话，真的。所以在中国，你说有没有一个佛教寺庙？没有，就是宗教意义的这个宗教场所，就是佛教场所不存在，它全部都是生意。外头是旅游局收费啊，就是风景区。里面宗教事务局也得收费，其实它跟宗教没有关系啊。观点：中国的当代君主还沉迷在汉唐盛世、民族大融合所鼓吹的汉文化优越感中。我们汉族人从小被学校和家长培养出来的优越感，也助长了共匪对少数民族迫害的正当性，非常正确。汉民族的这种沙文主义啊，也是非常严重，包括我本人，所以我们都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问题所在啊，我们的问题所在。情况：前年去河南新郑机场附近旅游住店，到店前与店主打电话沟通，由于鄙人语言有残疾，发言不清楚，店老板以为是维族，说不接待。等到店后与老板沟通，说新疆回人到河南办事处全要先到派出所备案，由警察来安排住宿或住到派出所。新疆人就不用说了啊，维族人不用说了，所有新疆人在全中国住旅店都是问题。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歧视，严重的歧视啊！情况：我发小是部队的，现在已经接到上级通知，随军去内蒙，随时准备镇压了。情况：长生天叫腾格里，起源类似萨满教和泛灵教，但又有一神论宗教色彩。蒙古大汗大约在13到14世纪接受并皈依了藏传佛教啊，所以现在蒙古人的信仰应该是藏传佛教化的长生天。OK， 我真的不懂，没研究啊。情况：昨天看到墙内 B 站竟然已经开始赞美和宣扬苏联和斯大林了，对斯大林各种赞美，对斯大林各种屠杀进行美化，底下评论更是一唱一和的配合，太吓人了。这就是反人类，这就叫反人类。观点：所以说印度真是个幸运的国家，英国式的治理模式是国家融合的典范。观点：王先生，华人是个客观事实的说法，其实就是被中共洗脑的结果。世界上没有人会认为维族人、西藏人、蒙古人为华人，华人是个政治概念。华人，对，是华人是个政治概念，就中国人吧，你用现代汉语的话就是中国人啊，中国人是个政治概念啊，没错，我们应该叫汉人，汉族人啊。那么相对于藏人，相对于维族人，那我们就是汉人啊。那么如果你说国籍，那就是中国人，可以是这样子应该是正常的表述啊。观点：对少数民族这个概念是洗脑，这个观点非常认同。比如现在蒙古族的习俗文化和东北人的习俗文化比我们江浙人和东北人更接近，这是江浙人和东北人是一个民族，这个问题根本就是有问题的。中国这个国家根本错误就是大一统思想，法家遗毒。谁最想大一统啊？皇帝最想大一统啊！只有皇帝才会有大一统的思想。那为什么
屁民也会有大一统的思想的，因为皇帝洗他们的脑啊。情况 CCP 发文，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水利大校8月31日就中印边境局势发表谈话，指出8月31号印军破坏前期双方多层级会谈会晤达成的共识，在班公湖南岸热青山口附近再次非法越境占控，公然挑衅，造成形势局势紧张。情况我在印度看到他们的消息正好相反，中方在本身越境的情况下又向前推进了。印度要求双方会谈的前提是双方各自退到争议区以外，但是中方就是不肯退，所以谈不下去。我不知道现场的局势是什么，但是我肯定不相信中方的说法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撒谎是习惯啊。观点，我感觉去兵团的人都傻，兵团子女为了离开兵团只有大学一条路，所以兵团子女的学习特别好，好不容易离开兵团把父母带出来，都耗费了半辈子，现在居然还有人为了那点补贴再进兵团，说不定他的处境更困难呢，对吗？说不定他的处境就是靠那点补贴呢，所以不好说啊。现状，内蒙反抗的家长的孩子被警察强行带走，老师们被逼着跪下求，权贵的傲慢体现淋漓尽致。上面领导说9月1号开学，如果孩子不回去上课，都是老师的罪。这次双语教育没有任何官方文件，都是上级对中央政策的过度解读。过度解读，文件名字都在那儿啊，怎么会过度解读？观点，朝鲜族学校以前是除了汉语文都是用朝鲜语授课，缺点是朝鲜老师只能是朝鲜族，限制了师资。后来改革成除了朝鲜语都用汉语教学，汉语老师可以在朝鲜学校授课，但是保留朝鲜语科目。如果把朝鲜语科目取消了，那真是不可取，整个这个民族就没有了。情况，今年我在新疆西藏听到当地基层官员谈到一个现象，男性汉族干部下乡援助，经常住在家里，男性被杀或者是被抓去坐牢的寡妇或者活寡妇家里住在这些人家里，也就是变相通婚或者消灭少数民族，太无耻了。情况，内蒙的警察和宣传机器用汉族的孩子做宣传机器，让他们穿上蒙古族的服装和亲共的牌子，在媒体上宣传支持汉语教学，动摇反抗家长的决心。情况补充一下啊，昨天公租房的信息，其实深圳之前已经开始试点，前任胡局长开始，去年面见刘鹤后得到默许，目前政府投了40亿建公租房，钱显然不够，计划通过了，通过什么？这是什么 ？REITs 将不动产上市融资，其实内部担心，万一没人买股票就麻烦了，搞不好让社保局买单啊。Patron 情况，去年去了一次喀什，亲眼见证了戒严式的管制，到处都有警察的堡垒一样的岗亭，3辆防暴警车来回在街上巡逻，开车到加油站加油，进去之前要身份证加面部识别，加油站还要刷身份证出油，检查站很多，人都要下车核对身份证、面部识别。当地人的房子都是5代领导人的像，门口贴对联，都是共产党好，走在路上可能要被要求检查手机，以至于当地人买功能机不用智能机。听当地人说，很多情况有老父亲因为帮助别人结婚、祝福、祷告被带走1年多，70多岁的人回来后学会了一些汉语，早上街道集合升旗仪式，升完旗唱完歌，开始互相举报环节。
汉人只要举报说维族人鬼鬼祟祟就是学习班，当地人把集中营叫学习班。情绪，几年前朋友在乐山大佛对面小岛开了个民宿，结果景区领导来要吃要喝，进门就是有什么好吃好喝的拿出来，小拇指粗的金项链。还好朋友是比较有经验的北京小伙子，指了一下墙角的监视器说，领导来着监控呢，注意影响这个景区管理区的土匪才走。听朋友说岛上正对大佛的地烂尾观佛楼也是修得好好的，风景区管理的人跑去政府闹，赔了修楼老板一半的钱，强行把人生意搅黄了，明明对岸看才科学，气愤啊！情况，内蒙古书店现在不让售卖蒙文书籍，蒙古族自己交流软件类似微信被封了，警察把公司领导关了。情况，宁夏来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清真寺一律中国化，即将回民的清真寺拆掉，建成汉式楼宇的样子。清真寺内必须升国旗，回民做礼拜时阿訇要讲习近平思想，疯了吧？你觉得？好明显啊！秦老师喝 Long Black 这期节目听得瑟瑟发抖，到时中国被定义为种族灭绝就麻烦了，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鱼子，谢谢王老师这期节目啊 ，Daniel 梁谢谢 ，Ada 梁谢谢。情况，体制内施权部门朋友去西藏和新疆检查，确实如王先生所言，家里必须挂习像，否则不给扶贫款。新疆清真寺不挂习像则强关。虽然没有注意到集中营，但相信一定有，我相信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